天完成了好多的任务啊，真的是把我累坏了。今天终于可以来泡个温泉放松一下了。据说啊，这里夏天可以避暑，秋冬天呢还可以来捡捡果子、泡泡温泉、滑滑雪之类的。我打算下次啊叫我的粉丝一起来一场冬季恋歌。服务员，给我来杯香槟。来什么香槟啊？神秘嘉宾都来了。嘉宾来了，快！我要换衣服，我的浴袍呢？浴袍。你好，你好。你好，这就是我之前说的神秘嘉宾，你有猜对吗？大家好，我是建筑师青山周平，很高兴杨帆姐姐见面参加这个节目。那金山老师，我也想问您，平时您会泡温泉吗？我在北京比较少，因为北京没有太多温泉嘛，但平时很喜欢温泉的。OK，但是我今天就特别的奢侈，因为我花了1上午的时间在您设计的温泉里面，听说过了，对，泡了1上午。但是呢，我更多的是享受温泉的本身，对这个建筑物还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认知。那下面你能不能给我去讲讲您的作品？好的 ，OK， 那咱们这边走。您看一下这个地方正好，那边有一个箱，这边有2个箱，然后这边它的后面会正好有一个箱，然后当然这边有一个小溪，然后这个感觉又特别神秘，就感觉这个地方特别想让我在这个地方做建筑的那种感觉，有冲动，有欲望，我要在这里设计个东西。对，就是我最想问的，这其实也是在我心里就是想了好久的问题，没有想明白了，就是它应该是属于这种叫烽火台吗？这个塔特别适合这个地方的感觉，就是在意大利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村庄叫 San Gimignano，那个地方也有很多塔，那个感觉人造的东西和自然的地形、自然的环境，感觉是特别适合，比较协调，就协调。这个塔其实也是，这个外面的材料是用3个颜色的石材，然后这个也是火山石，有点像也是。它也是地球的那种热量出来的那种食材，就跟这个温泉有点像。对，火山石，但它里面又是承载的都是温泉。对，然后就是这些像这些塔，它的高低错落的这种设计感有什么讲究吗？它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还是第六感。就是我们自己做模型吧，就是设计建筑也会讲究第六感吗？我觉得没有第六感的设计不会打动人。我觉得如果都是有讲究，都是有逻辑，都是有理论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冷。就这种东西不太会让人打动。明白。我觉得，所以还是要有一些第六感，或者超越一些逻辑性思维的一个部分。整个这个建筑其实没有尽头的，它是有很多路。就我比如说这个地方进来，第一个口进到这个地方，那我也可以去这边，我也可以去这边，我也可以去这边，我也可以上楼，我也可以在这边下来，坐下来，我也可以从那边上楼。它不像就是一般很多建筑是那种就是上来就是只有一条路过去，然后到了头，然后这个路线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可以泡温泉啊，可能洗手间啊，换衣服啊，喝茶啊，看产品啊，这种就休息啊，这种感觉，这个我觉得很像就是我们在森林当中走路，就是自然走路，然后做累了可以躺下来，或者类似这种体验吧。这个是给小朋友，对，这是小朋友的区域。对大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来说，我觉得温泉这个功能是越来越很重要的。因为在温泉里面我们都是脱衣服的。那我觉得脱衣服是一个是脱身份，就是在城市里面的身份，就是你是有钱人，你是老板，你是普通的员工，你是大学毕业，你是博士生，你是外地人，你是北京人，这些都是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标签身份。那我跟您在北京沟通聊天的时候，可能这些身份会影响我们的沟通，但在温泉里面这些是没有的。然后会把这些东西都去掉，只是谈成的就是2个人，2个个体。
其实它温泉已经不只是一个个体自我放松的一个状态，可能也有一个人的这种沟通与交流的对一个作用。对，但是又回归到了最原始和自然的这种状态下去进行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这种从北京到这边也是3个多小时嘛，对，然后已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点放松了，不像那种我们在北京的时候的那种节奏，然后再加上温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出现的一种交流、社交的状态是跟城市里面出现的完全不一样的。对，您可以从那边上来。好，那您从这条路上面，从这边上来，然后我们2层。见再会，好，很多路，所以我们可以不一定能见到。好。我又迷失了，我决定走这条路。一看就是2个风格的人，然后又汇合了。我是连跑带颠儿，您就是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边看边摸就过来了。体验一下我对空间，因为给我直观感受啊，就是2层是更多的一些小空间，然后它可能有不同的主题，有不同的功能。我觉得还是首先就是1层和2层希望有一些不一样，对。然后现在上来之后其实是很不一样，然后阳光也多了。然后就是温度也不一样，对，然后它的体验感也不一样，可能更惊悚一点吧。楼下它是比较自由，有点像外面的自然环境直接延伸到这个建筑里面的，就是比较自然、比较开放的那种感觉。然后2层可能更安静一点，更刺激一点，更就是因为每个空间是比较封闭的，然后只有自己，还有旁边的山，然后上面的空。所以就是更多的是自己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是，还是这个不同的方向的窗户吧。我觉得对，比如说这个就是正好是它的后面的这个像，所以它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自然，但那边是它有一个又是一个帐篷啊别墅啊那种，就是比较有人的感觉，看到他们的生活。然后就看上面，就突然是一个天空，然后有时候可以看到飞机飞过去那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几个不同的景观，我觉得是比较，因为现在就是城市里面越来越逻辑，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比如说人工智能啊、互联网啊、大数据啊这种。很理性的东西控制我们的生活，我觉得人在城市里面很难有那种自由、很放松的那种感觉。明白。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里面特别好，就是有一种自然的感觉。然后您觉得可能城市中更多的是人工智能啊，像这些科技感的东西。但是，作为您做建筑也好，设计也好，其实这是需要融合的。是不是？就是每一个其实都很重要。那您怎么去把这种自然和科技去很好的嫁接在一起？我觉得，首先我的角度来说，科技的东西不一定是要它很前面的炫酷的突出来。我觉得科技的东西应该是要在舒服的生活的背后，它其实不需要特别明显的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山里面。很舒服的生活的话，其实需要很多技术的，但这个技术是不需要出现。如果没有技术的话，在山里面我们要住的话，就可能很不舒服。但需要有很多技术可以让我们在山里面很舒服的、很自然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高科技的。所以您的平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不会有那种就是很优雅的做茶，然后放茶，然后喝茶，没有那种优雅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还是更多是那种奔跑中找到那种平衡点这种人。也其实我觉得虚控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15年前
来到中国，其实也是一种把自己的身体环境放在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的同事们我的大学同学们都在日本找工作，那我一个人在中国找工作，来到中国，然后过了几年我又到了胡同里面住，那其他的大部分的外国人住在北京，可能都住在一个外国人住的那种公寓啊，那种住宅楼啊，相对比较容易生活的那些地方。但我选择胡同，住了胡同10年，那这个生活其实也是给我很多灵感。对我来说都是外来者的角度去看的。那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不断的给我营养。您说当时住胡同是哪里啊？住在大概是我也换了几个地方，但大概是一个东城区，然后故宫啊、金山啊、南锣鼓巷啊，我在胡同里面找到一些我自己现在在做的一些设计的一些灵感。我们就是其实胡同对我来说是一个未来。这句话我怎么理解呢？胡同是个未来，因为胡同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大杂院的感觉，是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感觉。就是房子少的，但他们的脑子里面的家是很大，因为他们用公共的厕所，然后他们跟朋友聊天的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跟朋友抽烟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吃饭的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其实他们的房子只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他们的家延伸到城市的感觉，这个感觉对我来说特别有未来感。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更多的年轻人他还没有办法一下子买一个很大的房子，他的房子呢更多承载了一个他的居住的一个功能，对，他更多的一些社交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功能也好，需要去外面的空间去完成，不能在他的这个物理空间里去完成。对。不像比如说1000平米的别墅，你有健身房，你有书房，你有游泳池，你有餐厅，你有各种电影院、酒吧、雪茄吧，其实都有。但这个其实是跟30平米的房子不一样。那30平米的房子比1000平米的别墅，生活质量低吗？生活质量不好吗？我觉得不一定，而且不应该。所以30平米的房子住的人，其实可以把自己生活的周围的城市空间挖掘它，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咖啡厅在这个地方，我自己喜欢的餐厅在这个书店在这个地方，把它这些自己住的周围的这城市的环境当做自己的家，然后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也是很美好的一个生活。您对豪宅的理解或定义是怎样的？豪宅就是豪华的宅子。这样说的话，就是宅子可能比较明确。对，豪华只是本是豪华，每个人都有定义。我觉得豪华对我来说不像那种它的装饰多少啊，这种用什么高级的材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豪华可能更多的是它的位置。可能因为比如说这种自然环境里面有自己的房子，其实很豪华了。这也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人的豪华，比如说健康啊、精神层面、舒服啊、自然啊，就是好吃啊。我觉得这种看不见的那种体验的东西，是越来越变成我们时代的或者下一代的豪华。对，其实就是它精神层面的能够满足它、取悦它，其实这个可能是高于物质本身它能够带来的这种满足感。所以如果是我是建筑师，那可能我要做豪宅的话，那可能我需要挖掘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方面的，就是看不见的那些，就是精神上面的那些现在的时代的人的需求吧。2天的行程已经快要结束了，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不舍的，有很多项目还没有去体验，真的想再留下来几天。可是时间就是这样，没有彩排的机会，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所以你现在如果有想要实现的愿望、想要做的事情、想要表达的爱意，那现在就去做。
去喜欢，去热爱，去追求，不要指望未来的你会帮你实现，像我一样不蹉跎时光。拜拜，我要下水啦！我来